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美国经济学家，分别是达隆·阿西莫格鲁、西蒙·约翰逊和詹姆斯·罗宾逊，以表彰他们关于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贡献。他们研究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如下：一个国家贫穷还是富裕，其核心因素是政治和经济制度。制度大致可以分为2种，一种是包容性制度，一种是榨取性制度。其中，包容性制度的特征主要有保护私有财产、公平竞争、鼓励创新、为多数人提供激励、保障和促进经济增长。而榨取性制度的特征是产权不清、法治不明、权力不受约束，权力成为了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工具。且榨取性制度并不容易变革，因为当权者只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固有的制度苟延残喘，除非有巨大的外部力量或者精英内部分裂或炸裂性的技术颠覆出现。根据3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，结合本频道之前的分析，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：荣国府所发生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制度。荣国府内所细致展现的权力结构和经济关系，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社会体制的一个缩影。荣国府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关系，权力越大的人越尊贵，人数也越少；权力越小的人越卑贱，人数越多。主子对奴仆享有绝对的权利，可以任意地处置奴仆。而在奴仆中，上等奴仆对下等奴仆也具有天然的优势，可以训斥和打压。府内300-400奴仆围绕着10余位主子的生活而忙碌，而农庄上从事劳动生产的成千上万的农奴们，他们辛苦劳动的绝大部分产出，为荣国府提供了经济来源。府内的经济财产分配有一套类似于公有制的关中分配制度，并按照不同等级进行不同的财务分配，人数最少的主子阶层获得大部分的财物，并享受奴仆们的伺候和服务，而越是底层的奴仆付出的劳动越多，获得的财物越少。这样的权力关系和经济制度造成了权力的失衡，主子们的权力不受约束，负责具体事务的管家们的权力没有监督，造成了普遍的贪污腐败。而大部分的奴仆的自然权利不受保护，府内财务产权不明晰，名义上是公有，实际上支配权仍然掌握在少数主子手里。大部分奴仆的私有财产并不受到明确的保护，可以被随意的剥夺。家族内部没有明确的法制，家族管理和处罚全凭当权者依照祖宗旧例进行自由裁量。而面对经济危机，当权者首先想到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巩固原有的权力制度。而荣国府内的管理层在面对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时，想出了一系列的变革方案。但这些改革只不过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，难以涉及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变革，反而加剧了府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。这一切都吻合了诺贝尔经济学家关于经济问题与制度的关系。而荣国府内的制度则是一种典型的榨取性制度。这种制度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、生产力的提高，更打压了人的生产积极性，阻碍了科技生产创新，压抑了人的才能的发挥。而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，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此缓慢，经济停留在以农业为主的老农经济，商品经济难以发展壮大，科学技术难以得到实质性进步的根本原因。这一点对比西方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则更为明显。西方从英国大宪章开始就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依据，并尝试探索王在法下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体制以及法治思想。文艺复兴则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古典的希腊，关注人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以及民主制。
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革命，解放了生产力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繁荣的市场经济。而思想启蒙运动、法国大革命则让主权在民、三权分立等思想深入人心。美国独立运动则让人们更加意识到自由和人权的宝贵。而在这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中，涌现出的科学家、思想家数不胜数，他们共同建立起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体系。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人是不自由的，不仅奴仆不自由，主子们也不自由，不仅女人不自由，男人们也同样不自由。人人都被框在制度的框架里，不能自由地表达，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在这样的制度之下，创新性的人才、突破性的思想是难以想象的。所以，我们能听到林黛玉的咏叹：愿奴胁下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林黛玉作为闺阁女子，身体和思想都被桎梏，她有一个冲破牢笼的梦。贾宝玉作为相对自由的公子哥，同样也是悲观的，他的人生理想不是建功立业、仕途经济，而是化灰化烟，随一阵大乱风消散。于是贾宝玉才想到了逃大灶、脱尘网，他想逃出制度的网络和束缚，回归自然人的自由状态。这也是《红楼梦》里每个人的悲剧所在。